火箭快要被折磨疯了，赛大师则是会心一笑。双方16分钟的极限缠斗，这个棒棒糖乱局被评为当年最佳青台。但是当时火箭做梦也没想到，15颗红球完全散开的局面，也会有自己无从下手的时候。就是这么硬。 5球半贴库也要强拼到底，要知道这是不带后手的进攻，如果没有打进，那后果是真的非常严重。赛大师更是彻底无语，怕是又要沦为火箭的经典背景板了。现在下半区的红球比较简单，只有左侧红球一个难点，但是上半区的红球互相牵制，而且还有彩球的干扰。我们来看看火老师要怎么破局。母球轻推下来，可以有一个双叫。 I was going to say a gift, but it's not really because he made it happen. 其实处理乱局说起来非常简单，无外乎就是3点：合理的全盘思路规划、精细无比的控球，还有出现意外时的纠错能力。但是这3点叠加在一起，却偏偏又是斯诺克最难的地方。火箭处理复杂乱局绝对史上第一，不管多么复杂的局面，在他的手下都能抽丝剥茧。所以看火箭打球。 总觉得斯诺克非常的容易，但只有自己上手以后才知道，根本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现在一杆超分的局面已经形成，但是火箭还在认真分析角度。如果说这个球型有能力一杆制胜的球员也不少，但是要做到全清台的程度，除了火箭，大家还能想到第2个人吗？ Obviously, Moose believes puts the other red in play. 半清。 我的天，这发力的丝灯感觉要把袋口打爆，发最大的力，走最细的位。说火箭是把灯杆用到极致的存在，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吧？ Yes, and he's not. 记得当时和朋友一起看直播，朋友说这盘球赛大师也完全可以一杆制胜，他说的确实没有毛病，而比兄的能力肯定毋庸置疑。但是先不论是否可以完成清台，就单论上手的那杆中带，赛大师会选择进攻吗？这可能就是2位比级大师最大的差别吧。又是一个发力通透的丝灯，母球流出的角度也非常舒服。但是就在简单球已经足够超分的情况下，火箭居然犯难了。我们来算一下，火老师一共趴下去几次都没出杆。Arriving at the point where the frame is just about his. 2 more reds. 连趴3次都不敢出杆，这可不是火箭在故意磨球，而是他对于乱局清台有绝对的执念。吃掉黑球要衔接上方红球不算太难，但是留出什么角度叫彩球，就是最关键的细节处理。53. Well, now he's played on the back. He doesn't need 2 more reds. It's his frame ball. 打进超分黑球，不过还是出现了意外。火箭的本意是要叫中间的红球，下面就是考验火老师纠错能力的时候。 Thing is, he made it happen. Selby turned down a red, preferred to play safe, wasn't absolutely safe. He left a chance. 居然是中高杆的右塞，来叫难度更大的红球中带，这可不是火老师炫技，而是为了留出角度，提前来处理难题。Yes, it was very revealing that I thought. Everyone plays the game differently, of course. 太丝滑了，看起来轻描淡写的一弹。除了需要提前布局的自信，还有超级恐怖的中带准度。火箭真的把斯诺克的观赏性带到了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度。中带继续发力轰炸，只能说每次遇到赛大师，火箭都异常兴奋，绝对没有手下留情的可能。Well, he was annoyed that he didn't make the century in the last frame. 70. Has a chance to make one here. Yes, he's made a total clearance. He'll be one of the lowest I've seen. 真的太离谱了！明明就是一个难度球，但是火箭愣是变成了手感。大家还记得几分钟前那个让人头皮发麻的乱局吗78. Absolutely perfect.
Make a break 112. Total clearance. 85. Been a chipping away those reds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table all the way through. Yeah, he has practiced a lot over the years, of course, and you have to have the temperament to do it on the big stage. But there's also something just very special about blue and pink for the century. $94. So he had the chance with the ready 打进 to 粉球就能破百，真的很难想象。如果火箭退役了，还有谁能扛起斯诺克的大旗？ Next frame is massive for Mark Selby. Can't afford to go 5-2 down with O'Sullivan in this sort of mood. It's a total clearance of 112 on Ronnie O'Sullivan for the first time. 48岁的奥沙利文可能再也打不出这样的青苔，对手只是留下了仅有的一颗大角度中带，彩球也只能衔接篮球，3颗红球挤在袋口，粉黑也被其他红球锁死。这样的局面，别说一杆青苔，光用看的就让人头皮发麻。强如火箭也皱起了眉头，但就是这么一个瞬间，火箭已经策划好了整盘青苔大计。我们一起来享受这盘饕餮盛宴。漂亮！ 一个细腻的走位叫到黑球上方这颗红球，两杆的调整就可以复位黑球，从而打开右侧底带的线路。不管多么复杂的局面，火箭总是能第一时间找到化繁为简的关键。能调回来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所以这个红球是对黑球点现在的情况来看是影响最大的。火箭外表看起来放荡不羁、不修边幅，但面对乱局却是细心至极，每杆都是精心的手摆位设计，让看球的人觉得特别简单。 以控球闻名的希金斯都无法做到这个效果，可见奥沙利文球技之高超。不断的去走篮球过渡，很容易出现失误的。哇，这太漂亮了！太牛叉了！复位黑球以后，下方2颗红球也同时解放，减少很多麻烦啊。 20. 奥沙利文以其华丽的进攻方式和行云流水般的击球技巧著称，再加上桀骜不驯的性格和与生俱来的气质以及无人能敌的天赋，成为了球迷心目中历史独一档的存在。很舒服，红球是一个直球啊。26. 27. 这个挡住袋口，这个下一个也可以来讲了啊。处理掉这颗红球，黑球两边的线路就都完全开放。但是这才仅仅完成了青苔的第一阶段，剩下的红球更要小心的处理。袋口附近的这几个就不用考虑了啊，超分以前。35. 还用考虑的是粉球正下的这个3到4颗红球的解球啊。 正下这红球要先打，太妙了！单叫了粉球左下方这颗，这样就可以再次利用篮球衔接清理围绕粉球的红球。然后另外的2颗右侧底海针就很自然的就闪出来了。糟了，糟了！这杆简直太神了！利用红球界停，正好配出了中袋进攻线路。火箭的脑子里到底藏了多少奇思妙想？ 哎呀，又是一个空心中袋，每杆都是神仙球，这样惊人的准度却是火箭最不起眼的技术。只能说这个6边形战士强大到没有短板。不是那种很长的战士，很长啊。咱们分数。 黑球预留了 K 球的角度，粉球下方这颗蹦开，我的天！单 K 红球不碰粉球，简直就是神来之笔。看到这样的 K 球，真是如饮美酒，身心舒畅。刚好就是这个打进超分的红球，更绝更精彩的就要秀起来了。这个底杆要往左下这个方向来发力了，漂亮！
白球以诡异的线路直接 K 出了带感红球，这才应该叫特别离谱。这一杆30年的功力，谁能挡得住？连续3次 K 球，现场观众一次看个过瘾。乔伊斯也彻底放弃了抵抗。4分钟前还是无比复杂的乱局，现在已经彻底明朗。 78, 79. 教位啊，由难至简单。好球！提前来处理贴库的这颗红球，火箭处理乱局的能力绝对历史第一。奈何岁月不饶人，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这样的奥沙利文。还是稍微短了点点。好，还是进。 94. 破百就要来了！开局如此复杂的局面，打到现在只用了6分钟。火箭之名实至名归。奥沙利文打球之所以看着简单，是因为他脑子里总能知道最合适的落点，并且运用手上功夫做到脑子里所想的，想到的同时还能做到，这就是火箭的王道。青台最后一个难题就是黑叫黄，而且只能叫黄球的右侧领带。一起来欣赏这杆完美的全台叫位吧。 世锦赛的火箭打球态度非常端正，现在好多比赛都感觉没有动力，像是在走过场。乔伊斯现场 VIP 做免费上一课，不过估计也是一看就会，一学就会。火箭的进攻思路别人学不来。30年的职业生涯，39个排名赛冠军，7次大满贯，15次满分杆，超过1200次的单杆破百，这就是火箭。罗尼奥·沙利文，前无古人，后也恐有来者。 124. 130. 这是塞尔比永远不想提及的回忆。打出这杆精心设计的斯诺克，满心欢喜的等待火箭掉入陷阱，没想到到头来小丑却只是他自己。比较容易漏球啊，这杆如果解不好的话，力度控制不好的话，哎呦，没控制力度的。这个大力出奇迹完美的诠释了什么是血脉压制。白球神奇的没有碰到一个彩球，而且最终的落点形成的反作简直杀人还要诛心。看到结果和自己的设想完全背道而驰。 赛大师只能对自己生个闷气，以至于赛后的2年都深陷抑郁症的折磨。那滔天的怨气感觉都可以生吞奥沙利文。Yeah, I definitely feel like that in that particular match, especially towards the end of the last session when, like you say, he was smashing the balls around because if you're playing any other player, that was like John Higgins really just tried to get out of the shot and just play the right shots and stuff. Felt as though Ronnie was obviously doing that, and if you do that, you don't deserve to sort of not only win the match, but you don't deserve to like not stick balls on, and he was sort of smashing them and getting away with it and not leaving me anything. So, which was, see, at that point, like I say, only in that match I felt as though he was disrespectful to me and the game at that particular time. But obviously in other matches when I've played him, he's not been like that. It was just that one particular match where I felt he was just disrespectful. I just think that he's obviously picking like 1 or 2 shots out of 33 frames. Like most people said, he's kind of. 这个斯诺克史上永远绕不过的经典，就是2020年世锦赛半决赛，斯诺克含金量最高的冠军。 400万的最高奖金，对手还是塞尔比，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几乎集齐了火箭战力爆表的必须因素。所以这杆大力出奇迹，究竟是实力还是运气，或者说更应该叫他命运？赛大师是出了名的坚韧，肯定不会这么容易认命。在一个绕台长跑的时间里，他决定向命运做出反击。
这就是持续7年称霸世界的强者之姿。火箭连敲台面视野，精彩的反击瞬间点燃现场所有观众的激情。现场解说激动的连嗓子都要废了。但是别忘记，遇强则强是奥沙利文的特殊体质。非常精彩的解球啊！来看看这一杆，也是一杆漂亮的解球。哇，这太过瘾了，这场这是神仙打架。完美的线路配上恰当的力度，奥沙利文把斯诺克打成了艺术，而且这一杆杀机四伏，红球怎么打都会吃库回弹，白球也并没有沉底的线路。面对决胜局的决胜感，火箭这一杆30年的功力，赛大师是否挡得住？赛大师想要扎杆轻碰红球，原本设计跑回上半区的白球，竟然意外的吃到了带脚，鏖战了33局，一杆意外直接给赛大师判了死刑。一会拉回去。有这个角度啊。红球准确无误的滑入地带，奥沙利文这个让人羡慕的大心脏，面对什么样的大场面都举重若轻，又稳又准又狠。准备升空的火箭天王老子也拦不住，塞尔比委屈的像个孩子，看台上他的夫人也只能心疼。打进黄球完成超分，最后的精彩环节对火箭来说根本没有犯错的机会。深知此理的赛大师选择保留最后的优雅之姿。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球手在面对塞尔比的时候，像沙利文这样打，这是一种招数啊。塞尔比很可惜啊，因为他也很努力了。这也要恭喜奥沙利文。是的。最后的粉球没有打进，奥沙利文第7次打进世锦赛决赛，塞尔比忍痛上前祝福。最终决赛，火箭以18-8的大比分拿下属于自己的第6座世锦赛奖杯。下一步就是朝着皇帝亨德利的7冠王纪录发起冲击。